来，好。哎呀，要不要放一点调料啊？都放过了，都放过了啊。放过了吗？炖人参不用放太多料。哎呀，来，哎，趁热喝了啊，小心烫。吹着要烫。再来一个，大锅。怎么样啊？热。现在呢？冷。呀，冷热交替就对了，说明我们本土大人参起作用了呀！这怎么了？哎，我都想起来了。呀！快！哎呦，倒了！我看，没事，快，扶他回房。快，慢点。莫非姐姐果然不出你所料，她终于找回记忆了。一猜一个准儿啊！看来只有绝症梗和寻亲梗没有出现在剧情里了。哎呀，干啥呢你呀？什么都喝。我记得她说她是哪儿的，高丽人哈。那你说，为啥跟我们中国人长得一样的？鼻子是鼻子，眼是眼的。哎，中国人爱旅游，没准是出去旅游的时候留下的种呢。不可能。哎，行了，怎么样？水，哦，是。慢一点啊。来，喝点水。怎么样？小飘，你说你想起什么了？我都想起来了。我得了一种很难查出来的绝症，我担心自己时间不多了，想来找自己的父亲。哎，你找爹不是应该在高丽找才对吗？其实说起来，我不是纯粹的高丽人，我是混血。我爹当年游历高丽，与我娘亲相遇相恋，然后就那个什么了。他们天雷勾地火，生下了你。那既然有了孩子，为什么还要分开呢？其实，这始终就是一个谜。我娘亲临死前都没有告诉我，她就给了我半块玉佩，说另外半块玉佩在我的父亲手里，让我去找他。我游历多国，就是为了找到那个拥有另外半块玉佩的男人，可是始终都一无所获。请你们静静聆听一下我内心撕裂的悲鸣，思密达，太可怜了，我们帮你找啊。小飘，你的玉佩呢？我的玉佩呢？我的玉佩呢？
哎，娘娘们，这些啊，就是朴立基出车祸的时候散落在身边的东西。我老鲍工作效率高吧？有没有什么奖励啊之类的？芳华宫还有5坛泡菜没送出去，都归你了。我才不吃那玩意呢，吃多容易致癌。老鲍，你以为你现在没有癌吗？智商癌也是癌的一种啊！怎么样？有没有啊？找到了，我见过这个，哪儿见过？不敢说。来，偷偷告诉我。不会吧？什么啊？我在八卦圈经营这么多年，消息是不会错的。朴立基出生的时候，刚好先王在高丽做访问，关键是个政务不会错呀。不然，我们去祠堂看看，我记得那里有一幅先王的全身像，他的腰上挂的就是这个。可是祠堂被太后下了禁令，任何人都不准进去打扰。我豁出去了，我去找皇上。好，去找皇上说啊。说什么呀？不知道啊。怎么会？欧巴，怪不得你总爱往宫外跑，太后娘娘每次都不高兴。原来你是受了先王的遗传。朴立基是你同父异母的妹妹，这就是真相，接受现实吧。欧巴，我知道这一切都太过荒唐了。미안해。他为什么叫欧巴？啊？欧巴就是哥哥的意思。哦，那个皮什么的。미안해是对不起。我不想打扰你的生活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回高丽去。这件事情我会烂在肚子里，谁都不会说的。慢着，欧巴，这件事情别让母后知道。既然这是你的兄长，你是朕的妹妹，朕会负起照顾你的责任，不会再让你四处奔波了。皮什么？皮亚内。哦，皮亚内。欧巴，我什么都没听见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梦游呢？这。姑娘，你去哪儿啊？乱葬岗。
不好意思啊，前面这路太窄了，不好掉头。要不你自己走过去吧，已经很近了，真的，真的很近了。多少钱？算了算了，不收你的钱了啊。那个白衣女子满脸是血，站在他面前，居然开口跟他说话了。师傅，你下次能不能不把车停在沟边？看把我摔的！什么鬼故事啊，一点都不好笑。姐姐，你这讨厌死人了！你在唯物主义的观点中，鬼魂是不存在的，给你打负分，差评，一点都不恐怖。干啥呀？走，去睡觉了。带我一个，我今天晚上要跟你们睡。别走啊！哎，我还有很多鬼故事呢，这会儿是真的鬼故事，鬼故。干什么玩意儿啊？海飞姐姐，你再给我讲讲那个什么唯物主义啊，我害怕呀。太没劲了，你们。哎呀。这个娃娃不就是讲了个鬼故事吗？看把他给吓的。我一定是眼花了。我台词都还没来得及说，就晕倒了。我们这样做会不会太过分了呀？过分的是他好吗？讲了一个那么烂的鬼故事，还说我们胆小。现在看来，他胆子也没多大嘛。行了行了，赶紧进去把他抬上床，这都晕了。婉婉，你留下来照顾他吧。我不要，万一他要是醒过来的话，肯定第一个找我算账啊！我今天晚上给你们挤一挤吧。个胆小鬼。走。想吓我，太嫩了。我小时候可把鬼故事当童话故事听，这有什么好怕？
我刚才只是出场介绍，表明我的身份，你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。真的看清楚了吗？不然我要再来一次。鬼大姐呀，我左眼视力5.1，右眼视力5.0，我怎么可能看不清楚啊？求求你快点走吧，我回头给你烧高香就不用了，你桌上的瓜子看起来挺好的。回头烧给你。别回头了，就现在拿给我吧。好。哟，奶油味儿的。我们原先吃的都是原味儿，你这还有什么味儿啊？话梅味儿，蟹黄味儿。有没有鱼香豆腐味儿啊？那没有。行啊，你把其他味道都拿给我吧。哎呀，好嘞。这是我珍藏的好货，都给你了。算你识相，继续保持。那什么，鬼大姐啊，我冒昧的问一句，您来是干什么的呀？不会就是为了吃瓜子儿的吧？急什么呀？年轻人就是浮躁。哎，这瓜子儿有点潮了啊！哎呦，我把所有潮货都奉献给你了，您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急什么急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啊，您来的这么匆忙，我这也没准备，怕怠慢了您。要不您要是没什么急事儿的话，您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我回头每年清明节都给你烧纸钱，或者你想要啥，你直接给我列个单子，不用亲自跑一趟。我要我的身子。烧给您。什么？我的身体就埋在那个大树下，你给我挖出来。啊！我不是。下产的时候注意点儿，要是我的骨头有一丝的裂痕，我就彻底的讹上你，赖在这不走了。好，我尽量小心。说实话，鬼大姐，这种事儿真不是我擅长做的，要不然你去找个活好的。谁活好啊？萧贵人不错，他力气可大了，颜飞也行，说不定这个时候他已经研究出什么先进的雨中挖坑设备了，挖出来的骨头呢，还可以贴个膜、镶个钻什么的。我不找他们，我就找你。为什么呀？我招谁惹谁了？我也是慕名而来，你在下边口碑可好了。还有这么一说？当然，
上个月上吊死的太监老王和这个月跳井死的宫女小李，昨天吃饭刚刚噎死的陈嬷嬷，对你都是一顿的海夸，说蒙妃是爱管闲事群体中管闲事管得最好最到位的，所以我来找你帮忙啊。哎呦，他们还真是过奖了。其实我没他们说的那么行。别废话，你到底挖不挖？你要不挖，那我可就要变脸了。我挖还不行吗？别！醒醒，嬷嬷，醒醒，快醒醒！哎呀，干啥呀你？哎呀，你这白天睡晚上睡，你是等着年底被宰吗？萌妃姐姐，你昨天晚上可被我们吓坏了吧？可不嘛，他一见着我，嗷的一声就晕过去了，逗死我了。哎呀，我早就知道是你们了，我那故意配合你们的好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这是？莫非姐姐，莫非姐姐，嬷，瓜子儿没了，有鬼！怎么又晕了？醒醒啊！你那些破瓜子儿，今天天气好，硬要给你拿出晒了，大惊小怪的。因为瓜子不见了，就说自己撞见鬼了。谁能告诉我这逻辑在哪？没逻辑。不过我们这样吃他的珍藏会不会不太好啊？有什么不好呀？我们这不是吃，这是帮他尝一尝这瓜子晒的怎么样了，还潮不潮？还凑合。你这是什么味儿啊？大蒜味儿吧？你呢？不知道，咸甜咸甜的。老肖你呢？没尝出来。안녕하세요。哎呦，小朴姑娘，你来就来吧，又带泡菜。哎呦，拿走吧，我已经连续吃了10多天的泡菜了，够够的了。这不是泡菜，这是我做的水果沙拉，你们看看。当年我游历法兰西的时候，跟当地的人学的。我想做些给蒙妃娘娘吃，让她开开胃口。好吃。这上面浇的是什么汁儿啊？从来都没吃过。这是法兰西炼乳，是牛奶浓缩制成的。如果你觉得好吃你就多吃点。哎，给萌留着点。水果沙拉不用给我留，瓜子儿留下就行。蒙妃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大事没有，就醒来的时候不见瓜子儿，虚惊一场啊。瓜子而已，别那么激动嘛。哎呀，都别客气。哎呀，好不容易存这几个口味，全被你们混一块儿去了。别激动，蒙妃娘娘，混在一起，说不定有小惊喜呢。我当年游历的时候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，大意就是，人生呢就像这盘瓜子，你永远不知道吃到的下一颗会是什么口味的。哎呦，这句话尽得哲学精髓啊！朴丽基，你不懂，我这么激动，是因为我昨晚做了个噩梦。梦见什么了？梦见没饭吃了？我的噩梦跟你的噩梦不一样，那会儿天色已晚，温度个位数，屋子里面灌满了冷风。突然，有一个七窍流血的女鬼，特别真实。她爱吃瓜子，我就把我的存货都上缴了。没办法呀，不上缴就吓唬我，又是拆胳膊卸腿又转脑袋的，忒吓人了。어머，这么刺激啊！编，接着编。然后吧，我早上起来一看，瓜子全没了。
我还以为那个特别真实的梦，其实不是梦，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。真实梦境。哎呀，说了你也不懂。总之，我当时差点被吓死。后来得知瓜子们还在，我才缓过劲儿来，知道这只是个梦。这都怪你昨天晚上非要给我们讲什么鬼故事，所以你昨天晚上梦见鬼也不奇怪啊。不怕不怕，我当年游历暹罗的时候遇到可怕事情还要多呢。那里的人都养小鬼，白天夜晚都跟小鬼在一起呢。那也没有我这个恐怖，我从来就没有梦到过这么吓人的事儿。不但被鬼抢了所有瓜子，还被鬼指使着去挖尸。编，接着编。谁编了呀？他就告诉我在咱们院子老槐树下去挖，还让我细心点儿，说碰到他的骸骨就缠着我不走了。可是为什么要把骸骨埋在那儿呢？风水好啊？你是要笨死啊？我说了这么多细节，就能看得出，这个女鬼是被冤枉死的，冤死鬼最吓人，所以我才梦里害怕的不行。哎呀，小朴，你不要被他影响了。来，我们叫你打麻将啊，刚好3缺1。啊，打麻将，不要理他，不要被他影响。可是你们刚好是4个人啊。哎呀，阿蒙现在这个状态，我们让他上牌桌的话，那就等于让他输钱。哎，不带他玩。来，我去拿麻将。来，说来就来。把桌子收拾一下。哎呀，收下，把你的盖拿走。那你们玩吧，我出去散散步。把瓜子皮收拾一下，谁刻了那么多？老鲍，你怎么一副消化不良的表情啊？娘娘，你是不知道，我真的是太伤心了。宫里面那个脾气最好、见谁都笑得见牙不见眼的陈嬷嬷啊，死了。啊？好端端的怎么就死了呢？绝对是毫无征兆。前天吃饭，吃着就噎死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开始也觉得不可能，这样的死因真是让人太无法接受了。但是据报道显示，全天下每年吃饭被噎死的至少在500人，喝水被呛死的至少在700人。没办法，就有这么倒霉。陈嬷嬷啊，她中标了。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我在哪儿听过？这阵子啊，宫里面接连死人，老不太平。上个月，玉泉宫的小李因为和人拌了嘴，一时想不开，跳了井。这个月9代单传的太监老王，不知道为啥就上了吊。前天晚上我还跟人在一块喝过酒。我怎么觉得这么耳熟啊？上个月上吊死的太监老王和这个月跳井死的宫女小李，还有昨天吃饭刚刚噎死的陈嬷嬷，对你都是一顿的海夸，说蒙妃是爱管闲事群体中管闲事管得最好最到位的，所以我来找你帮忙啊。对了，我问你啊，你有没有听说过芳华宫以前死过人？死过人？谁啊？我这不问你呢吗？你好好想想，很久很久以前，有没有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根本不可能！这芳华宫那么偏，根本没有妃子会愿意住呢。娘娘，在你没有搬来之前啊，这芳华宫的杂草啊，可是有1米多高，都能放羊了。屋里面啥东西都没有，都能跑马了。这么荒凉，那有没有可能，什么凶手把人杀了，然后埋那儿了呢？不可能！为什么？我是谁啊？我绝对不能允许里面宫里面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
我的信息网里绝对不能遗漏任何一个信息，大到死掉一只猫，小到死掉一只耗子，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那有什么失踪人口吗？这可就多了，都在失踪人口的人员的登记簿上登记着。娘娘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找找看。不过为什么娘娘你对这样的事情这么感兴趣呢？哦，没什么，我就随便问问，你忙你的去吧。奇怪了，你说，怎么连失踪人口的登记簿都失踪了呢？哎，你们找着没有？没有。加把劲儿啊，别偷懒。是。找着了，哎，找着了！啊，娘娘，你找着了，你拿哪儿去啊？没时间解释了，快点，你们也快收拾东西，我们今晚就搬家。搬家？搬哪儿去啊？哎呀，随便哪儿都行啊，随便找个寝宫住点，实在不行，冷宫也能先凑合。如果冷宫再不行，那我就上上面打申请，先给我们报个旅行团，先旅游。去哪儿旅行啊？哎呀，上哪儿都行啊。哎，小飘，你不是去过上百个地方吗？把你的旅行笔记拿出来给我们参考参考。哎呀，反正今天就得走啊。你们愣着干嘛呢？赶紧行动起来啊！老严，那些搞发明的破烂玩意就别带了，没用啊！婉婉，衣服少带几件，做新的。老肖，宝剑多带几把，好防身。快点！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为什么你一回来就这样？丽姐，你先回去，等我们找到地方安顿下来，再通知你来玩啊。愣着干什么呢？快点的呀！哎呀，等离开这儿我再跟你们解释，不然我怕隔墙有耳。萌，你把话说清楚了，不然我们是不会走的。对呀，萌，你说出来，大家一起想办法。就是啊，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哎呀妈呀，我是不是说出一句真理啊？哎，我这脑袋瓜变聪明了，会不会是那个法兰西水果沙拉的功效？小飘姑娘，以后你给我多多的做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我可以把制作方法教给你。其实就是把水果切好，然后把炼乳往上一浇，就大功告成了。听着挺简单的。哎呀，行了，快点过来，我跟你们讲，快点。是因为这里不干净。不干净？挺干净的呀，刚打扫的。哎呀，不是这个不干净，是那种。萌啊，我都跟你说了800次了，你是在做梦。这个世界上啊，根本就没有鬼。我梦到的那个女鬼跟我说，她是听了上上个月跳井的宫女小李和这个月上吊自杀的太监老王，还有昨天刚吃饭噎死的陈嬷嬷的推荐，才慕名找过来找我帮忙的。而且刚才我遇到老鲍，才得知陈嬷嬷、小李跟老王都是在这个时间死掉的。如果我事先不知道这些，我怎么会梦到呢？嬷，这么刺激！还有更可怕的，刚才我找到这个，就是他。你们都看看，摸着良心说，这些画像有区别吗？这些画像个个都是
瓜子脸、大眼睛、高鼻梁、厚嘴唇，这根本没什么区别嘛。这要是放在一块，都弄完找不同了。是连连看。我觉得他们都是同一个大夫做的，肯定都是我们那儿大夫接的活。这种画像要是都能作数的话，萌啊，你也太傻太天真了。可是，哎，你别可是了，我有办法帮你打消恐惧和疑虑。什么办法呀？你不是说那女鬼找你来挖尸吗？那我们到指定的地方挖挖看，如果没有，那就是你臆想，你在自己吓自己。就这么决定了，我现在去挖。他指的应该就是这儿。是这里吗？挖吧，是真是假，是有是无，让我们一起见证奇迹的时刻吧。哎，等等，怎么了？动作要温柔一点，千万别把骨头弄断了。哎，等，又怎么了？还是要万分小心，骨头上不能有划痕哦。哎，你来挖。哎，老肖，还是得你挖，他呀也就光能动个嘴了。再说了，这里面99.99%是空的，就算挖出什么，我负责给他接骨，还免费赠送天魔，行了吧？挖，挖了啊。0.01%出现了。哎，不可能，石头，接着挖。哦。怎么少了一个人？小朴是一个太害怕，跑丢了！我就说有鬼吗？你们还不信？干谁你哄的？妈呀，宝贝姐姐，我们现在是不是走不成了呀？你们看见没有？我不过一眨眼的功夫，就用闪电。什么？失职，精力不准？不是，这说明冥冥之中有一股神奇的力量，它不想让我们走啊！我都没用特效出场，你怎么就玩起了惊声尖叫啊？你这样会打扰到邻居，影响别人休息，好没有素质哦！对不起，我错了。骨头挖出来了没？我的骨头挖出来了，就可以告诉你我为什么埋在这儿的凄凉故事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我虽然平时爱管闲事儿吧，但是替鬼伸冤这种事儿真不是我内行。要不我给你转接一下，你到别人梦里去。我不要你替我伸冤，那是我就是想抒发一下我内心的郁结，你听就好。瓜子儿，
想当年啊，我和我堂妹一起入宫选秀，过了多少关，过了多少人，最终留在了这个宫里。虽然吧，辈分不高，但是我们相互依靠，相互照顾。但万万没让我想到的是，我那个堂妹居然那样对我。